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北京又传出大动作，10月13号，习近平终于现身，他带着夫人彭丽媛同框出席全球妇女峰会，这是他2个月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但镜头一出，全网震惊，脸肿、气色灰，讲话断续，整个人像是撑着上台。这时，传闻同步炸开，习近平第3次中风。消息指出，他早在10月初住院，这次现身只是报平安秀。然而，更诡异的是，就在同一天，蔡奇要被撤换，中办主任换人，权力中枢散了，内部在换心脏，外部在装微笑。妇女峰会对外讲性别平等，对内铁链女还没解锁。彭丽媛身为联合国特使，3年不发一声，这场会比谁更会演。所以，这不是一场妇女峰会，而是一场权力现形记。习近平露面撑局面，彭丽媛陪笑稳军心，而真正的焦点是他还能撑多久。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10月13号一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是他近2个月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中办主任蔡奇、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文联主席铁凝、前妇联主席沈月月等出席上述活动，现任妇联主席陈怡琴主持开幕式。这是习近平和彭丽媛第3次亲自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全球妇女峰会实际上是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系列的延伸，自1975年起，每5年召开一次，主要议题是关于妇女和性别平等。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一纲领为全球妇女事业确立了政策蓝图，将性别平等、妇女权利、教育、健康和减贫等议题纳入国际发展议程。此后，联合国系统定期召开纪念和回顾会议，用以检视各国在落实北京宣言方面的进展情况。习近平自上台后，每次的全球妇女峰会都参加。2015年，习近平飞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并发表讲话，宣布中共将在未来5年推动100个妇幼健康工程、100个快乐校园项目，同时邀请3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赴华培训。彭丽媛当时低调随行，并没有发言，仅参与接待和合影。2020年，因疫情影响，会议改为线上举行，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讲话，重申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彭丽媛也是短暂露面，提到妇女教育不能落下，官样发言。第3次就是这次了。习近平在讲话中宣布，中国未来5年将向联合国妇女署追加捐款1000万美元，并从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基金中提供1亿美元额度，用于支持妇女和儿童发展项目。他还提出援助1000个民生项目，邀请5万名妇女来华交流研修，并设立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当天中午，习近平和彭丽媛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地方财政吃紧、民众就业困难的背景下，习近平的这番讲话被网友疯狂吐槽，又大撒币，可以邀请铁链女吗？但本次峰会的场内表述和场外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首先是发生在中共的疯狂的妇女儿童贩卖事件。2022年1月，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曝光，一名女性被铁链锁颈，遭到长期非法拘禁，并生育了8个孩子，引发全国舆论浪潮，并震惊全球。这起事件在《纽约时报》、BBC、CNN、德国媒体等持续报道中，已经被国际舆论视为中国拐卖、拘禁、治理失灵交叠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彭丽媛在这一事件中始终未发一言，不论是面向国内民众，还是通过她在国际组织的特使身份，她都没有对受害女性的处境发出声音，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倡导制度层面的改进。习近平上台后，2014年，彭丽媛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这个职位的主要任务是倡导全球女孩和妇女受教育权，推动平等机会，被视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张女性形象名片。过去她在多次国际场合中发表过有关教育、
文化交流和性别平等的致辞，也在中非合作论坛等活动中代表中共强调妇女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彭丽媛在铁链女事件上的沉默，揭示出中共官方女权与现实妇女权益之间的鸿沟。当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以妇女教育、性别平等作为外交宣传的主题时，负责倡导这些议题的代表人物却对国内最具震撼力的女性悲剧保持沉默，这使得整个体制的形象更显得讽刺。接下来是工商时间，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屏6到8个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更滋润。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者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个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花妆，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好，我们接着说。这种矛盾不只体现在铁链女事件，近年来中国的 MeToo 运动也面临严重压制。2018年，一场由高校女学生揭发导师丑闻的行动，开启了中国的 MeToo 浪潮，随后迅速蔓延到新闻界、文艺圈和非政府组织领域。但是随着舆论声浪的扩大，相关账号和标签被大量删除，许多女性社群被迫关停。2021年，女权记者兼活动人士黄雪琴与劳权倡议者王建斌被警方拘留，2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直到2024年6月，广州法院宣判，黄雪琴被判刑5年，王建斌3年半。这一判决引发国际人权组织和多国政府的谴责。黄雪琴曾经参与多起 MeToo 调查报道，是中国最早推动反性骚扰公共讨论的记者之一。她的被捕和定罪被视为中共当局对独立女性维权行动的明确警告。从铁链女的悲剧到 MeToo 运动的受限，显然是对中共在国际舞台上高调宣示的性别平等最无情的讽刺。而这种反差并不仅存在于社会层面，当女性在争取基本人身和话语权时，她们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位置同样在悄然被压缩。2022年中共20大上，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成员中没有1名女性，这是自1997年以来女性在政治局中首次完全缺席。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政治局中出现过的女性只有6人，从来没有女性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现象甚至引起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关注。这个委员会于2023年在定期审查报告中点名中共，表示对最高决策层中没有女性深感关切，并建议中共建立性别比例配额制度，以促进女性参政。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政治性别差距同样突出。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在政治赋权指标中将中共排在全球第77位，远低于经济和教育2个子项。根据各国议会联盟的统计，中共全国人大中女性代表的比例约为 24%， 略高于全球平均值，但在地方行政和党务高层中，女性官员占比仍然极低。在这种结构性缺席之下，中共高层关于妇女工作的论述更多呈现出家庭功能化的倾向。2023年，习近平在一次妇联会谈中强调，妇女要树立新时代的家庭观念，
在家庭和谐、育儿养老中发挥作用。这一表述被部分学者解读为将女性重新绑回家庭角色，用来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力赋能。于是，当北京以全球妇女峰会的主办方身份高调倡导性别平等时，国际社会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在拐卖和拘禁事件中，妇女的身体缺乏保障；在言论和行动领域，维权者被罪行化；在权力结构之巅，女性彻底消失。这些层层堆叠的现实，使得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平等叙事更像是一场政治谎言，是中共用来掩盖现实、讨好国际的脂粉。相比习近平在妇女峰会上宣示的内容，更引发外界注意的是习近平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从官方媒体播出画面和社交媒体流出的影片看，习近平在讲话时表情僵硬，语速明显放缓，脸部浮肿，气色暗淡。念完稿子后也没有露出一丝笑容，整场发言像是在例行完成一项被指派的任务。不少海外网民留言形容他眼神空洞，步态沉重，整个人像是勉强支撑。还有人评论说，看不出往日那种硬撑的气势了。这样的状态让人立刻联想到近日外界热传的习再次中风的传闻。10月9号，前内蒙古政治法律工作者杜文在自媒体爆料说，习近平突发脑中风，情况非常危急。第二天，英文博主 Let's Real Talk 在自媒体节目中说，他除了杜文以及后来中文媒体传的各种报道，他得到了第3个消息源，证实习近平因中风再次住院。类声称，爆料给他消息的人非常可靠，是他很尊敬的人，而消息来源是一位副国级官员。消息说，习近平一共发生了3次中风。第一次在2024年7月中共3中全会期间，张又侠由此控制了军权，老人党掌控了政治局面。媒体人高杰也在他的节目中说，他也得到了习近平中风的爆料。自2024年以来，习近平的公开行程已经明显减少，除了少数内部会议和外宾接见外，很少有长时间的公开演说。部分消息源更是指出，自从3中全会后，习近平的权力被逐渐分流，上传下发的文件都是由温家宝等中共元老在掌控。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在这场妇女峰会的露面，更像是一次向外界证明存在的行动。不过，习近平的露面既没有平息相关的健康传闻，也没有重建威权形象。相反，习近平在镜头前的疲态，反而让外界更加确定，无论是健康还是权力，习近平都已经明显透支。就在习近平于妇女峰会现身之前，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可能被撤换的传闻已在体制内外流传多日。这个消息起初被视为例行人事谣言，但随着多个接近中组部的消息来源相互印证，可信度迅速上升。据悉，蔡奇因为长期过劳，健康恶化，已经于11期间暂停部分工作，实际上是被边缘化。中共4中全会召开前夕，中组部部长石泰峰率人前往江西，为中办主任人选进行考察，这被视为人事变动的明确信号。据多方透露，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尹洪吉可能接任中办主任一职。尹洪吉长期在上海任职，和丁薛祥的关系密切，被视为技术官僚派中稳健而无派系色彩的一员。如果他上位，意味着中办运作方式可能将从以政治忠诚为核心的习家军体系，转向更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结构。中办主任是中共体系内权力密度最高的职务之一，掌管中央文件流转、最高领导人日程和保密通讯。历来能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都是党魁心腹中的心腹。蔡奇自2022年晋升常委并兼任中办主任以来，一直是习近平最亲近也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心腹。他统辖监控中共高层人身安全的中共中央警卫局，负责监管全党的宣传和文稿系统，并主导了中共20大后多项整肃和内控安排。然而，近月来，他的曝光度急剧下降，内部会议中的文稿审批和安全通报工作已由中办副主任和丁薛祥临时分担。
这场人事变动发生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时机格外敏感。根据外界掌握的消息，本届中央委员中至少有9人被替换，多名高层正接受组织谈话。如果中办换人最终落实，意味着中枢权力板块已经开始松动，核心的实际控制力正被重组或稀释。对外，习近平依旧坐在最高位置，但是在内部，真正的权力重心已经不再围绕他转动。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